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西贝的老板贾国龙跟罗永浩的二湾战啊，真的是群魔乱舞，光怪陆离啊！原来一直我的口头禅叫软的不行硬的来，拳头不行刀的来。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罗永浩到西贝啊去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他在新浪微博啊就发了一个帖子吐槽，说啊全都是预制菜，太难吃了啊！这个帖子啊被贾国龙贾老板看到了，当时就炸了。贾国龙贾老板当时拿着罗永浩的菜单在那儿说啊，其中有2道菜他是点的双份啊，其实是3道菜，总加起来是5道，4个男的1个女的，最后剩下就是羊排剩一点，烤鱼剩一点，因为那俩上的晚了啊。最后我们这个服务员说，哎，吃怎么样？挺好挺好，结账走人。然后要不要那个积分呀？说还要啊。这1个小时之后就。西贝全是预制菜，真恶心。然后专门开发出一个罗永浩的菜单，让大家都来点，而且言之凿凿的就说啊，他们西贝没有一个预制菜。我们不是预制菜，预制菜国家是有严格的定义的。他可能都忘了啊，1年前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他说你现代餐饮企业都得搞预制菜。好菜全是预制的，只要越高级，预制程度越高。预制是个科学，预制是一个工艺。中间人特别不喜欢这个预制菜这个词儿，说预制菜、预制这个词就把这个拉低了。我不这么认为，预制菜一定是代表更高水平的一种产品，而不是水平更低了。这西贝的预制菜也搞得非常好啊，但是呢，面对罗永浩的质疑，他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就是没有预制菜。罗永浩这个人呢，他自己讲他比较顽劣，那是愈挫愈愤嘛。当年的西门子跟他搞，那西门子不认错，他就来劲了，就砸那个冰箱。大家还记得啊？他一看贾国龙贾老板跳下来亲自跟他怼啊，这罗永浩也就来劲了，就发帖子号召大家都给他举报这西贝有什么黑料。那网民当时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就纷纷给他递料啊。拿到料之后，罗永浩不就搞一个直播吗？直播过程中间他就讲。有人歹毒说了，这儿童餐的这个年龄可能比儿童还大，这有点过分了哈，这有点过分了。但是说的确实挺歹毒的，还有很多那鸡啊什么之类的啊，各种黑料。到底什么算是预制菜？他还在那给这个贾国龙贾老板上课啊。那个直播完了之后啊，大家都在笑话贾国龙贾老板，同时呢，对西贝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贾国龙贾老板这个人，西北人、内蒙人很有性格啊，也是属于愈挫愈愤的啊。他一看这么搞了之后呢，他当时就说了，他说宁可企业不干了，也要跟罗永浩掰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讨一个公道。他紧接着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明天开始就全国370家店同时开放，就是这个罗永浩菜单同时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鼓励你你先尝试这个菜单，你随便点都行啊。我们就是想让大名牌把厨房透明了，把原料透明了，把工艺透明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开放后厨，让所有的媒体啊都到他们来拍。这个决定啊，当时挺有意思的。你想，中餐企业有几个人经得起媒体去拍后厨呢？结果媒体纷纷到他们后厨里一看，看那鸡汤里没有鸡。鸡汤我们用的是有名的浓缩鸡汤。鸡汤煎熬它这个时间太长，所以第一个时间长，第二个产品不稳定，大家都可以去看。我们用的鸡汤也是这个很好的，就是浓缩鸡汤。那烤鱼啊，这个基本都是塑料袋拿出来之后就烤了，还有那地沟油在那地面搅和呢。还有你比如说厨师都没有厨师证。咱们这个厨房团队有20多个人，对，有厨师证的有几位？厨师证的没有多少个，也就有4、5个吧。你考证了吗？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更严重的是吧，那厨房里都没明火啊，然后这厨师炒菜的过程中连口罩都没戴，那唾沫星子横飞啊，口水啊。所以你看知道吧，中餐不是有个叫口水鸡吗？我估计人家西贝的口水鸡啊就是这么做的。那媒体的这一波报道啊，应该说对西贝的打击那是毁灭性的。你想想，这已经不是预制菜了，这是大家在这看笑话了。那这会儿贾老板就有点慌了，他就承认了，终于承认错误了，说假如倒退到当初，他不会出来跟罗永浩硬刚的啊，终于承认错误了。
这之后啊，这事情啊就算慢慢平息了啊。然后西贝采取了一些自救性的措施，比如说降价20%啊，然后呢给大家发的一个没有门槛的优惠券啊。一转眼这事情啊就过去了几个月啊。没想到在今年的1月15号的傍晚啊，这西贝的老板贾国龙啊，突然又再次对罗永浩发难。他就讲啊，他说事情过去了125天啊，这西贝啊100几家、102家还是105家啊，这门店啊，他们要准备关门了，办不下去了，损失5个亿啊，这都是罗永浩干的，4000人要失业，你想想，就算不会公关吧，那也不至于被冤死啊。所以要找罗永浩讨个说法。这个过程中，他还打悲情牌啊，说他自己呀，除了这个西贝之外，没有其他财产了，也没有国外的财产啊。然后呢，就是在北京有一套房，在内蒙的房子都是租的。你想想多可怜啊，这么大一个老板啊，租房子住。不过我估计啊，他的房子肯定是租自己个儿的，就是他们西贝自己的公司的资产，他租进去的啊。然后还讲了啊，一生只爱一个人，就是他的老婆，他老婆叫张丽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在跟这个罗永浩打架的过程中，为什么把他老婆张丽萍也给搅进来啊？不管怎么样吧，言下之意，他就讲到了，他要跟罗永浩掰扯掰扯，让罗永浩解释125天损失5个亿吗？罗永浩第二天呢回复了一下，罗永浩的这次回复啊，跟他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一次当时去年9月份的时候，贾国龙贾老板跳下来的时候，那罗永浩给他迎头痛击。但这一次罗永浩非常低调，他自己还甚至讲了，他说西兰花，他当时好像确实讲错了，冷冻的西兰花价格确实可能比那新鲜的要贵，他愿意澄清。紧随其后他就讲，其他还没什么呀，其他都没说错啊，你都是预制菜啊，这有什么可讲的？然后呢，你说你现在要对企业负责，那不是你自己作的吗？对不对？你如果你自己不作，你明明知道你后厨经不起开放，你还开放，结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你现在说我黑你，哪个企业是黑倒的？我罗永浩办锤子手机，我最后把锤子手机办垮了，当时黑我们的人多了，我怎么没说我们锤子手机是被其他人黑倒的？就是我自己罗永浩无能吗？所以你看见罗永浩这个人就是会自嘲，锤子手机被他办垮了，现在都变成人打击贾国龙贾老板的工具啊。言下之意，罗永浩就说不给你瞎折腾了，是吧？你自己好好想明白。这贾国龙贾老板一看罗永浩还反击了，是吧？就在1月16号，他又继续发难，回应2，说他们那个西兰花就是比那个正常的西兰花要贵啊。然后他在前几天接受那《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他就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冷冻的西兰花给孩子吃啊？他说他找了一帮孩子的家长，都是妈妈品尝这西兰花，人有一半的这个妈妈就强烈要求，就是给孩子吃冷冻的西兰花。你瞧瞧嘛，人家也是找的人也比较特殊啊。他还讲了，这个冷冻的西兰花里没有虫卵，对孩子更好啊，等等啊。他呢就要跟罗永浩对着干。他说了，我现在马上上高铁，今天晚上10点钟，我要跟罗永浩全面开战，可能是要搞直播呀。那就在网上直接开撕罗永浩。结果就在晚上9点50分的时候，罗永浩也包括这个贾国龙贾老板同时都被禁言了。这是在2番战啊，仗还没打起来呢，结果呢就被压下去了啊。我当时看到贾国龙贾老板这次突然对罗永浩发难的，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这个马保国。这马保国就在1月17号这一天又给人搞接话发，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抽象。这贾国龙贾老板真的是很抽象啊！你想想，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又出来对着罗永浩接着搞，结果被有关部门给压下来了。压下来他还不依不饶啊，他第2天又接着发回应3呢，又在讲他们什么预制菜啊，他们之间冤枉啊等等啊，这些心理啊。为什么罗永浩跟贾国龙贾老板被禁言了呢？那新浪微博的老板王高飞自己还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以后有这种事情啊，你们都去找主流媒体去报道，你们不要自己在网上撕。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这种在网上自己开撕的方式，我们现在新浪微博已经不接受了。然后紧接着在1月18号，也就是昨天，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评论，叫做网络舆论环境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这篇文章就给罗永浩去年跟
西贝这场企业之间的开撕啊定了性。大家听我来念一下啊。他说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起典型事件，网络大 V 以劲爆语料一时左右网络舆论场，被爆料者以前互联网时代的思维强硬回应，网络平台以起哄架秧子制造热点，保持热度来吸引眼球。看到了吗？三方都各打了50大板，应该不是50大板，应该是33.3大板啊。说罗永浩你是网络大 V， 以劲爆语料左右网络舆论，言下之意啊，就是西贝呢虽然有问题，但也不像你罗永浩说的那么严重。你呢用网络语料左右了网络舆论，最终呢导致大家都不去消费。那西贝你看到吗？现在要关100多家店，4000人要失业啊。那他同时也批评了这个贾国龙，说贾国龙啊，你是榆木脑袋，你是前互联网时代的思维强硬回应，遇到这种事情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啊。同时把新浪微博的王高飞也给批评了，说你起哄架秧子。大家可以明白了吧？这一次罗永浩和贾国龙同时被禁言，肯定不是新浪微博自己的主意。新浪微博是起哄架秧子吗？但是由于人家上面有命令了，所以新浪微博也被批评了，看到了吗？所以新浪微博是第一时间就把他们俩给禁言了。王高飞的帖子里，他专门还贴了一个链接，说六部委在去年12月25号发了一个文章，说就是这个网络这个名人的负面清单。这负面清单里头专门有一条，说啊，你专门在网上征集一些企业的黑料，还包括聚集自己的粉丝，这都属于网络大 V 的负面清单。所以王高飞当时是根据这条内容，及时的把这2个人都给禁言了。这篇文章最后还讲到了啊，说主流媒体要主动担责，主力军要在主战场不能落空。言下之意就是网上现在你们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自有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呢混淆是非，然后颠倒黑白，然后最后搞得乌烟瘴气，企业发展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篇文章啊就讲到了，说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彰显发展大势，这与千千万万的企业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是分不开的。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使企业安心谋发展拓市场。就算有问题，也要本着客观的方式去批评，你不能在网上以自己网络大 V 的这样一种形象啊去弄。这篇文章给人感觉多多少少还是向着西贝的，对罗永浩的批评比较多。但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说预制菜大家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争议，最终应该什么呢？应该实际上是以信息透明为前提。但事隔几个月之后，人民日报的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啊。但是啊，这件事情啊，我们感觉到比较奇怪的啊，实际上除了人民日报这次快速把这个压下来这件事情之外啊，更重要的一点，就这事情本身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125天了嘛，就是这个贾国龙自己说的嘛，大家都忘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为什么要在125天之后突然又重新对罗永浩发难呢？这件事情啊，实际上最近几天的媒体啊，也包括网上大家的网民啊，基本上通过这种信息的搜索已经搞清楚了，就是贾国龙贾老板遭遇了黑公关，被黑公关给忽悠了，忽悠的结果之后呢，又重新对罗永浩进行2次发难。大家来听我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他是被哪个黑公关忽悠的呢？就是那个网上啊微博著名的3区之一张扬。张扬大家都知道，我当年在做这个999事件的时候啊，他就利用我们这个媒体啊对999的声讨，私下里去找999敲人钱啊，结果999啊为了平息事态给了一大笔钱，所以他实际上在网上就得了一个外号叫张大肠，就是用肠子来换钱嘛。然后呢，他不但从999那儿拿到了钱，同时在网上又成为了一个医疗行业的代表，所以他后来不就成为了一个医疗大 V 吗？在成为医疗大 V 这些年啊，他基本上都站在医疗机构这一面，然后对所有网上试图维权的这个患者啊无情的打击，什么沙木门事件啊，各个方面的事件啊，积累自己的名气啊。然后后来不就成为了爱尔眼科的黑公关吗？大家都知道爱尔眼科那个事件，他找到人去跟那个艾芬医生打电话，希望收买艾芬医生，收买不成，他就跟烧伤超人阿宝开始在网上
开始连篇累牍的污蔑艾芬医生。结果艾芬医生直到现在还在跟他们2个人在网上撕呢啊！在这之后，他也辞了职，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跑到新能源汽车行业里头，也通过打击对方的方式啊来搞公关。你比如说我呢，我肯定是这个企业，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我肯定是不太好意思会给他辩护，这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每一个人，我认为呢，其实都有被收买的价格。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收买的价格。那其实我们穷其一生努力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被收买价格变得非常高。对，如果你被收买价格高，那你就会在遇到大量事情的时候，你有选择。那我不去做那些让我显得很 low 的事情。我一直说，搞公关这个行业啊，实际上不可耻啊，但是搞公关也有正道和邪道。张扬这些年搞公关，基本上都是通过自己网络舆论操纵信息的方式来打击对手，把对手打击完了之后，试图维护对方的利益。只要有热门新闻，他就像一个苍蝇一样就会去。当年林生斌事件啊，我也去了，那不是发生在浙江绿城吗？我去浙江绿城之后，浙江绿城的公关部就跟我讲，张扬提前就去了，就跟他们接触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嘛，张扬这些年利用自己这个网上的大 V 的身份，基本上就是不断的把自己利益进行变现。但他变现的方式呢，就是通过笑聚山林，招呼一帮人，像网络黑社会一样的打击这些利益群体的对立面。据张扬自己讲，他呢1个多月之前啊，他跟几个网络名人到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见了这个贾老板。而在贾国龙贾老板之前啊，也就是罗永浩跟西贝发生冲突之后啊，慢慢这件事情已经平息了。然后张扬呢，他其实在网上不停的发帖。张扬事实上他的大号已经被禁言了。为什么禁言呢？是因为他跟江歌妈妈在网上撕嘛。后来有关部门出来调查，发现张扬搞直播搞的那些流量，实际上呢那些内容呢都不真实。最后是把他跟江歌的妈妈都禁言了。他就搞了一个小号，就叫独立屏。这个独立屏呢，在这个罗永浩跟西贝发生事情之后，连续发了8、90条的帖子。所以有人说，大家都忘了，只有张扬在网上不停的发帖子，让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但是他发这些帖子全都是维护西贝的，讲西贝啊是一家好企业啊，根本不是预制菜啊，贾国龙贾老板是怎么呕心沥血啊，然后怎么殚精竭虑的为消费者进行服务啊，可能终于引起了贾老板的注意啊。于是，在1个多月之间，把他请到了内蒙古。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谁呢？还有著名的国师，叫做李子阳。李子阳就是在网上说你要自由干什么那个人啊，很有名，跟那个冈本六君子还卖那个母蟹，大家都知道小母蟹那几个人，他都是一伙的啊。还有一个项立刚，这项立刚前一段时期不是一直跟老罗在网上吵架吗？还有2个人疑似也去了，一个叫奥卡姆剃刀，就是那个自认为是女大学生梦中情人的那个奥卡姆剃刀，还有一个网上类似于小流氓的子午侠士。这几个人到了内蒙古。到了内蒙古之后呢，这张扬就说，你这个不能认怂，你得跟罗永浩干。当然这些信息呢，是罗永浩这一方面啊，通过网上披露出来的，就是他们搞了一个群，到那个地方给贾国龙贾老板出了主意，就是干罗永浩。贾国龙贾老板呢，这几个月肯定是憋了一肚子气啊。你想想啊，本来这企业发展挺好了，有人说跟人都签了对赌协议，准备上市了，380家连锁店啊，那一上市之后，那就不用租房了，对不对？那肯定在全中国、全世界，那可能都可以买房，也不一定艾特张丽萍了，说不定还会按上独立屏什么之类的啊。但就在这个当口，这么一出，损失5个亿啊，都成了破灭了。所以呢，估计是张扬他们跟他一忽悠，说你只要干掉罗永浩，这件事情啊就可以起死回生。这贾国龙贾老板呢，也是比较有性格啊。这几个月估计是他自己的公关公司一直拉着他，不让他去，不让他跟罗永浩干，就是公关嘛，都是息事宁人嘛。结果就在1月16号，他自己的那个公关经理啊辞职了。我看网上的信息披露啊，说人家公关公司没法干了，就是这几个黑公关到那个地方忽悠他啊。那最终形成的方案就是跟罗永浩在网上重新干一架，把罗永浩打掉。大家可以看一下1月15号这一天，贾国龙贾老板在发帖之前啊，张扬先在网上发了帖子。张扬发这个帖子也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了，
首先他承认他去了呼和浩特啊，见了贾国龙贾老板了。见了贾国龙贾老板之后，非常受感动啊，说贾国龙贾老板这个人日理万机，每天工作超过20小时，一天24小时，工作20个小时啊！你想想，你还得吃饭呢，还得拉屎呢。我估计贾国龙贾老板一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张扬说的啊，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那么同时他就讲到了，说这个有130家门店，还是120家门店要关门，4000人要失业，道德意识啊！而且他讲了，西贝这些员工眼睛里头有光，也不知道是看到人民币发光啊，还是说什么有光。说他只要是给小孩变魔术啊，然后提供特别好的服务啊，这些人都是特别好的好人。他说他实在看不下去，罗永浩这个人就是一个网络打手，所以他决定把这个西贝的老板拉黑，他都自己要出来说。为什么拉黑呢？因为贾国龙贾老板不想说呀，不想说，要忍气吞声啊，他看不过去了，于是他决定把贾国龙贾老板拉黑了，他自己要说。你想义薄云天呢，结果呢，他把这个贾国龙贾老板拉黑之后啊，贾国龙贾老板当天就截图引用了他的话。你看这哥俩演的这个双簧啊，也不太真实。你都把他拉黑了，结果这个人呢，当天就引用你的话，还说这里截图的内容都基本属实。然后那边呢，李子阳也开始发帖了。李子阳就特别有意思了啊。李子阳在2021年的时候就说，西贝这家企业菜量少得可怜，已经变得非常可笑了。言下之意，他是对西贝这家企业是完全不认可的。但是他跟这个张扬不是去了呼和浩特吗？估计是拿了钱了，连篇累牍的在1月15号那地方发了好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里头大大的夸赞西贝啊，说西贝这个西兰花就是贵啊，比一般的西兰花贵啊。然后呢，你们这些人还不领情，人家给你冻的西兰花那是成本高啊。按照他这个道理啊，如果冻100年，那西贝的西兰花那成本高了去了啊，那消费者都应该跪下感恩戴德才是。你成本高嘛，你消费者就得领情嘛。还有讲的西贝的那羊肉啊，也是冻的，那都比那个一般的新鲜的羊肉贵很多啊。消费者你们就是应该领情，伟大的企业啊。然后还向立刚，向立刚也说了，他说我们要看待时代的发展。奥卡姆剃高在旁边也是帮腔啊，科普是这个为什么冷冻的西兰花就是比新鲜的西兰花好。这个啊，那子午侠士也是上蹿下跳。你看这几个人呢，一个矩阵呢就在这儿开始搞事情啊。而张扬在1月16号之前啊，只有1月5号这一天发了一个跟西贝有关的帖子，在这之前他是很频繁的。所以你看，我们倒推，张扬他们应该说是1个多月之前到了内蒙这个地方拿下了这家大单。1月5号到1月15号，这是一个静默期，他没有再发这个事情了。然后一直到1月15号，张扬先发帖，然后贾国龙开始自己发帖，双方开始遥相呼应啊。然后你从贾国龙贾老板事后啊，他不是发了回应1、回应2、回应3吗？应该说这事后啊，第一步打什么，第二步打什么，第三步打什么，他们事先在这几天里头已经谋划好了。比如说，先给贾国龙贾老板立人设，辛苦嘛，对不对？不租房嘛，只爱自己一个老婆嘛，是吧？也不养小三儿，是不是？就这个立人设嘛。然后紧随其后呢，搞科普，就说这个西兰花本身呢就是冻得比新鲜的好，然后又准备第3个搞预制菜。之4、之5我估计还有啊，但是呢，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呢，就被禁言了。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独立平，也就是张扬，也包括李子阳，还有向立刚3个人也被禁言了。奥卡姆剃刀和那个子午侠没被禁言，但他们被禁言了，说明其实这3个人就是整个这次贾老板背后的整个事件的操盘手，应该说是凿实了，否则的话，新浪微博不会禁言他。但是啊，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包括这次贾国龙贾老板啊，对罗永浩再次进行发难啊，就算是后来被禁言，实际上在没禁言之前，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公众实际上对贾国龙贾老板的这种操作也并不买账，效果也并不如他预期的那样。为什么效果不好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就他那信息很多东西啊，他进行道德绑架，也特别不真实、不真诚。你就比如说，他说他102家这个门店要被关门啊，
有很多人就开始统计了，过去这些年，你这个西贝每年关多少家店，开多少家店？哎，一看过去每年关店都是30多家。那你想想，你正常你这个餐饮连锁企业，它总要有个新陈代谢嘛。那么有人就推算了，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关50家店了。那这50家店可能就属于它正常的新陈代谢。其他的，他说1月份预期要关店，预期要关店，你都能算到损失进行计提吗？不能这样吧，对吧？就是你得实际损失了才构成损失嘛，对吧？那么你把这东西都算到罗永浩身上，合不合适呢？那也不合适。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国内的经济下行，经济下行过程中间，餐饮行业首当其冲就受到了冲击，没钱了，大家不出去吃饭，然后你西贝又卖的齁贵的，那你这个肯定受影响。那也就是说，你西贝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你自己的经营策略所导致的危机是多少？那么罗永浩跟你吵架过程中间那个因素又占多少？这个东西你分得清吗？你没有辨析，你全都算到罗永浩身上，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道德绑架嘛。否则的话，你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啊！你起诉罗永浩，你说就是因为罗永浩给我发了一条帖子，导致我们损失5个亿，要求罗永浩赔你102家店，你看法院会不会支持啊？那法院肯定会秉公执法嘛，对不对？那有这样的一个条路你不走，你非得在网上，你说你自己的门店的人出了这件事情以后被逼下跪10几次，谁逼的？是你贾老板逼的吗？你贾老板为什么逼你的员工下跪10几次啊？罗永浩逼的？罗永浩没逼你吗？消费者逼的？那你当时怎么没报道出来呢？搞这些信息就没大必要了。这种道德绑架本身实际上意义不大。第二个方面，就不管是这个黑公关的张扬也好，也包括贾国龙贾老板也好啊，他为什么跟罗永浩的吵架过程中没有占得上风？他们都搞错了一个错位，他们以为这件事情始作俑者就是罗永浩，但其实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他是得罪了消费者。当消费者对你的行为不买单的时候，对你不买账的时候，罗永浩已经不重要了。所以罗永浩实际上第一轮吵架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其实你们应该不是给我道歉，你是给消费者道歉。你就比如说，你现在都100家门店要关门了，你还在教育消费者呢，说我这不是预制菜，因为什么？因为国家公布了预制菜的标准啊，就是你开袋之后加热计时，这叫预制菜。我们没有，我们这是半成品，我们开袋之后还烤了一下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预制菜。但这个就非常愚蠢了，为什么呢？消费者认可的预制菜，或者认定的预制菜，他心中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跟国家的标准之间有落差，但是消费者是根据自己的消费体验得出来的这个标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中餐里头很多都做红烧肉，红烧肉你如果是提前烧出来一锅，第二天来人了，我把它加工一下的，我再热一下，这算不算预制菜？中央厨房把肉都烧好了，到这个地方你加点雪菜、梅干菜，然后你一烧，这算预制菜吗？可能按照国家的标准，这不算预制菜，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头，这就是预制菜。稍微对这个饮食有点讲究都知道，红烧肉如果烧好了之后隔夜放到冰箱里，你再烧出来的时候，那个瘦肉就柴了，它就不可能有那非常嫩的感觉。那老百姓的标准就是这个呀，你自己店面都损失了30%了，你还不忘教育消费者呢？消费者是你用来服务的，不是你用来教育的，你别自己把自己当成爹味儿太重。所以有人说贾老板是老登吗？在这里头爹味儿太重，自己都快死了，还在那认为消费者错了，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不到我这来吃？我们不是预制菜，你们非得觉得是预制菜呢？要我说，这些人呢，他应该说在市场中接受的这个教训还不够。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贾国龙贾老板，他可能他平时也不上网，他不知道张扬啊、李子阳啊这些人在网上的名声，也没做基本的背调。这些人呢，在网上这些人的名声已经完全臭掉了。有一个人评价他们评价的非常好啊，说这些人去参加婚礼就是要当新娘，参加葬礼就是要当尸体，永远站到咖位上 C 咖上。
他永远要成为舆论的焦点，他不是要搞清事实，通过混淆是非，在这个过程中间上下其手打击对手。你想想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对准了罗永浩，贾国龙贾老板能想出这样的一个招吗？我个人猜测啊，没有直接证据啊，他们可能已经提前看到了去年12月25号六部委啊发表的这个公告，这个公告里头讲到了网络大 V 的负面清单，其中也讲到了你不能在网上随意收集这个企业的负面信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可能跟贾国龙贾老板说，你看着吗？国家六部委已经说了，罗永浩他就是这么干的，当年他就在这个地方收集你的信息，所以咱们干他，咱要是把罗永浩干死了，你看前一段时期项立刚不一直跟罗永浩干吗？那咱们只要把罗永浩干死，那你这个西贝你岂不就是起死回生了吗？但是你想一想，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其实得罪的不是罗永浩，是千千万万个消费者。已经有很多人给这个西贝做过调查了，西贝的餐饮的直接成本在它的售价过程中间只占25%，低于行业平均水准，行业中间的平均水准都在35%左右，但是它的人工成本在30%，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还上升到35%了呢。也就是说，它服务这方面花的钱比较多，比如说给小孩变魔术啊，比如说带小孩一起玩啊，等等啊，就这些。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这个策略啊，是不是符合市场定位，这个东西就很难讲了，那只能让市场中间去检验啊。但不管怎么样，西贝本身你的这个餐饮本身的食材所占的比例，就是在定价过程中间比较低，这是事实。消费者现在由于你的品牌受到了影响，消费溢价没有了，消费溢价没有了，你就很难获得高定价，因为消费者可能认为我都花了这么贵的，你竟然给我吃2岁的西兰花，不接受。你再说你现在冻的西兰花里头什么没有虫卵啊，又新鲜啊，大家还是不接受。这个事情之后，我看了一下，有一个网络的美食博主到那个西贝去探店啊，也做了视频，说的挺客观的。一小碗素面要48，然后鸡蛋炒的齁咸的，然后那个羊肉串没烤熟，中间还用嫩肉粉，然后那鱼海鲈鱼里头也用了锁水剂，你不说你是有机的吗？那你还用转基因的油，那这些都不是事实吗？你包括张扬他们在网上在那上下其手，在那讲西兰花，他怎么不讲他没有鸡的鸡汤呢？他怎么不讲他当时那个烤鱼拿起塑料袋就烤呢？怎么不讲那转基因的大豆油呢？当然转基因的油倒是也没什么问题啊，他们就说那人转基因的油我们都是给自己员工吃的，不给顾客吃，那你这啥意思啊？那你的员工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对不对？所以然后他还事情之后他不是自己整改吗？你既然没有问题，你为什么整改啊？就等等这些问题，他其实都是得罪了消费者，不是得罪了罗永浩。但是张扬、李子阳包括项立刚这些人给他出的主意就是干死老罗。我觉得老罗这一次的反应是非常老了，因为他们这边的团队就有意无意之间的就把这信息披露了一点点。老罗自己说，他说不知道被什么山寨的公关公司给忽悠了，然后他的那边的公关经理就讲到了，说有一帮人就到那儿去搞了一个群，到内蒙古就忽悠老贾去了嘛。然后张扬自己呢蠢得不得了，还承认了，他自己在1月15号发的帖子里就说了，他们1个多月之前到了那地方见了贾国龙，只不过他们没有在自己的脑门上贴上我收了钱，我收了一大笔钱，我是黑公关。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看清楚了这些人在网上拿钱集体围攻老罗的那个丑态。所以你想想，贾国龙贾老板呢，他实际上就是因为自己的蠢，又碰上了一些坏人，一拍即合，形成这个局面。那有人都很奇怪，说贾国龙贾老板也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1年几十个亿的流量的企业，怎么能被这个坏人给忽悠呢？其实也不奇怪。我这几天我看了，这贾国龙贾老板啊，在过去几年找的那个咨询公司啊，非常非常有意思。每家的咨询公司他都花了1000多万，但都是哪几家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叫刘一淼，这刘一淼啊是1974年出人，跟他的老婆建了一个叫思密达还是斯大密的这个企业，我不知道啊。说这个刘一淼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是被联合国
唯一授予的一个1000年发展的金牌讲师。好，开始先说一下，在座所有人啊，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是喜欢有激情、有活力的人，还是喜欢那些半活的人？这种声音是有激情、有活力吗？再说一遍，大声。然后呢，他给这个西贝啊出的主意是什么呢？说是有3朵祥云，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啊，要守住格局，然后才能够让企业发展，花了1000多万啊。一般看到这个抬头，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这就是个骗子嘛！联合国授予他1000年发展金牌讲师，那不是跟美国的金牌讲师是一个级别吗？是吧？然后你想想，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花了1000多万，这第一个。第二个叫林金元，这林金元是台湾人，在台湾过去一直做推拿、按摩，到了大陆成立一家企业，发展出一种理论。什么理论呢？就说人体都是汽车零件，汽车的零件就有可能坏呀，坏了之后换一个零件，汽车就好了。他说人体这些零件啊，坏了之后也得换，换完之后可能会长生不老啊，但是一般你不能乱换，得学他这个东西。林金元他这套理论，我估计啊，就是贾国龙贾老板啊，是想长生不老，所以请林金元给他上课，也花了1000多万。第三个，请了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叫理查德。理查德呢，给他们企业搞了一个几百字的企业的 slogan， 其中有这么2句话：人们要感受爱，企业要创造未来。高大上啊，也花1000多万。这2句话你瞧瞧，含金量十足啊。第四个，一个人叫江佑义，这江佑义也是个台湾人啊。看着这个贾老板比较喜欢台湾人，这江佑义呢搞了一个叫圆桌教育，强调企业的下属对上属要绝对的服从。但是好像公安机关调查去啊，说江佑义的这个圆桌教育好像是有点像个传销企业，抓没抓起来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好像是在江湖上传说他其实搞的都是传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贾国龙贾老板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啊，搞的这个咨询企业就是这4种类型，而且个个都花了1000多万。由此你可以想象，那张扬这些人肯定是心想，这些人都从贾老板那个地方拿到1000多万，那贾老板怎么也得给我们差不多的价码吧。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说贾国龙这一代的企业家啊，他可能当年是在中餐标准化和急速扩张的过程中间啊，借着这股东风，他成功了，但他可能真的没有能力管理一家现代企业。你看，他这么高的毛利率，这自己瞎折腾。然后我看很多人都调查出来，他又搞牛肉焖面，又搞预制菜的厨房，最后都失败了。也就是说，他极高的毛利率，最后变成净利率的时候并不高。所以他实际上面对市场的风险的时候啊，他可能真的没有能力去应对这种公关危机。再加上他常年可能在企业里头说一不二啊，遇到一群黑公关，当蠢人遇到了坏人，结果罗永浩的2番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呼之欲出了。但观众实际上都看得清楚啊，说你这种做法，这不是杀敌100自损1000吗？这不是延续着前一次上去就往自己身上捅刀子那样一种公关策略吗？所以很多人都说，贾国龙贾老板每一次都精准的选择对自己的企业啊万劫不复的这种方式，这能力也是没谁了。不过我自己还要讲啊，不管怎么说，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啊，我同意罗永浩这句话，不是谁能把你黑倒的。对于餐饮企业来说，这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你的这4000名员工就算失业了，一转眼他就会到别人去就业去了，你不用担心。你需要担心的就是如何给消费者服务好。如果你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你整天在网上啊跟别人去吵架，跟罗永浩去干仗，都挽救不了你这家企业。所以啊，别道德绑架，评价一家餐饮企业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是不是能够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预制菜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国家标准，之前呢有多个相关部门联合发过一个叫《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对预制菜的描述是比较含糊的，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国标。
所以所谓的按照国家标准，西贝100%没有预制菜，这个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哈，因为我们国家甚至还没有出这个国标，这也是我们今天搞这个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以它为契机，促进和推动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前面说过了，我个人并不反对预制菜，我只是反对你卖预制菜假装是现做的菜，就这个意思。所以之前所谓的按照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西贝没有预制菜，这个是胡说八道，我们国家并没有正式出台这个标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人说我的直播间也卖预制菜，就是我那个交个朋友直播间也卖过预制菜，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说过了，我们知道是预制菜，说了是预制菜，卖给你预制菜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问题。预制菜呢就是另一种罐头，明白什么意思吧？我们铁罐的那种罐头，那个不就告诉你是一个罐头吗？这个是1个月前或者12个月前给你做好的，做熟了，放到那个罐头里，所以它就不会出问题，然后卖给你，甚至常温都可以保存。那么预制菜呢，一般是塑料袋真空包装的。包装好了以后拿回去冷冻保存，可以放几个月甚至1年。然后我卖给你的时候说是预制菜了，你买的时候是知道预制菜了，然后在冰箱里掏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说了卖预制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家为什么这么愤怒？为什么？我跟大家坦诚的说吧，我一直以来在网络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啊。一旦出现什么卷入一些公共事件的时候，支持我和反对我的动不动就一半一半。但这一次呢，出了这个事件以后，我上网查。看大家在各个新闻底下的评论的时候，给我看感动了，因为我可能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卷入了一个公共事件，但是支持我的人超过了90%，我当时都看傻了啊！这是我这辈子没有享受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是他们讨厌我的突然喜欢我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预制菜不透明这件事儿已经让中国消费者有点受不了了，这不是1天2天的，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再次重申，我们不反对正规合法透明销售的预制菜。希望推动中国预制菜产业透明化，希望维护消费者的自主。